然后这是一块纽约客，所以它会稍微比较好处理。对新手来说，我要讲一件事情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可是肉是没有办法用热度，不能用锅子去封住它的水的。铸铁锅它好处的是它蓄热很好，它锅子很厚，不要去买那种很便宜，就是底下敲一敲，那底还会动的那种，千万不要。然后还是要观察一下它的纹理，去切它。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煎牛排。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去碰牛排这主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多人在拍了。然后再来就是牛排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难度其实很高，对，难度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高。可是大家很喜欢做，大家爱做，可是又很难做。其实直接用锅子把牛排煎熟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做法，我非常不推荐新手这样做。因为它会非常的难控制，尤其对新手来说，它的火候跟要煎到什么样的熟度，其实非常的难。那一般我会建议就是先煎表面，然后再拿去用烤箱烤，可能用180度烤箱烤，看你的肉多厚啊，可能烤个8分钟到15分钟之间，看你的肉，对，然后看你喜欢的熟度。那直接煎就是非常靠技巧，也非常需要练习。对，那我们今天就教给大家比较不容易失败，基本上不会失败的一个煎牛排的方式。这是一块纽约客，纽约客因为它不像乐眼，它有一个上盖，所以它的肉的肉质跟里面脂肪的含量是差不多的，或者说它有2块肉这样子，所以它会稍微比较好处理。对新手来说，会稍微好处理一点。那我非常不推荐新手一开始就去买什么菲力啊之类的来处理，来当做你练习的对象。一方面是菲力很贵，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菲力它很瘦，所以它很容易煎过头。对，所以尽量不要用菲力来当你练习的对象。对，除非你真的超有钱了，那就算了。首先呢，牛排就一定要放到冷藏，我会觉得会比较适合新手来处理。如果你今天完全要用锅子煎的话呢，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冷藏，去完全退冰。如果你今天是冷冻牛排，一定要完全退冰。那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的话，去买冷藏牛肉，对，不要买冷冻然后退冰的，对，直接冷藏熟成的来台湾的话呢，味道会好很多，对，它损失的味道会少，对，比较少。那味道会比那个冷冻然后再退冰的会好吃很多。我们要先热锅，先热锅之后再来处理牛排的部分。像我现在这次使用的是这个铸铁锅啊，其实我没有很推铸铁锅，因为它蛮重的。铸铁锅它好处的是它蓄热很好，它锅子很厚，所以其实你用很厚的不锈钢锅也是 OK 的。不要去买那种很便宜，就是底下敲一敲，那底还会动的那种，千万不要。尽量找你底够厚的锅子。铸铁锅它预热很慢，它锅子很厚，可是它可以很好的保持它的温度，所以我们等下牛排一下去的时候，温度不会因为牛排的温度立刻下降，然后让锅子的温度不够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产生梅纳反应，把表面煎脆。另外，我也不太推荐使用不粘锅来煎牛排。不粘锅除了不太适合大火干烧外，表面不粘的涂层也较不容易煎出酥脆的牛排。我要讲一件事情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可是肉是没有办法用热度，不能用锅子去封住它的水的。肉的肉汁不会因为你去压它、去煎它，或者去任何地方烤它，而肉汁被封在里面。肉汁会出来，就是会出来，它一定会出来。你今天又不是夹炼蛋，你可以用塑胶袋把肉封在里面，没有这回事。煎过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它表面会酥脆，然后表面有梅纳反应。它好吃的点在这，而不是因为肉汁在里面。所以如果今天再有人跟你说肉汁是可以被用煎的可以封住肉汁这件事情，就不要他比较胡乱了，没有这回事，好不好？我知道得罪很多人啊，可是这是事实，它没有办法。肉汁在煎的时候，然后蛋白质在加的时候紧缩了，它就会把水分给挤出来，肉汁就会损失。然后你紧缩的越用力呢，肉就越柴越硬。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就是你一个加热的过程。可是加热过的肉，它有它的风味跟它会比较好吸收，比较营养，所以我们还是要加热嘛，对不对？然后这是一块纽约客，它就是一块漂亮的纽约客。然后我们尽量让它回温。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把它回到摄氏25度，对，大概在摄氏25度里面放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会更好煎一点。
那我们一定要把肉擦到很干，对，在下锅之前一定要把肉擦到很干，超级干，就像这样子，表面看起来完全没有水分，表面完全没有水分吗？干，对，尽量把它擦干，或者你放在冰箱里面风干也是可以的。对，那最后就是反正要擦干那个步骤。像这些肉啊，你要不要修掉？这些油脂你要不要修掉？你可以自己决定。那我是觉得就还好啦，就看你要不要去修它。擦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上盐跟胡椒。我们个人的习惯是，就是先撒胡椒，再撒盐。胡椒撒适量，对，然后稍微拍一下，一定要拍，拜托一定要拍，对。拍一下，胡椒就会固定在上面，对，然后撒盐。那尽量用粗盐，粗盐比较会，它的味道会比较好。然后另一面也是一样，撒上少许的盐，先撒少许的，把味道带出来，这样就好了。这个目的是要让盐溶性蛋白质可以把味道给吸出，这样子。对，然后桌上如果还有一点盐巴，不要浪费啊，把它搓一搓。然后固定住，好，就这样。这个动作完就要很快就要下锅。那现在觉得应该够热了，你要不要摸看味道？那因为像我这个铸铁锅我是有养啦，所以它上面有些油脂，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冒烟，对不对？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哦，这个还不够，对我希望它会有水珠出来，对，所以我们再让它再一下下。然后铸铁锅它有一个麻烦点，像我这个是一体成型的铸铁锅，对不对？所以它导热一定会导热到这个柄来。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好一个干的布，干的哦，干的传导力比较差，传导热能力会比较差，一定要准备一个干布在这边。它现在水就是会有一点会跳，然后很快就不见了，这时候应该就可以了。对，那这个时候呢，我还是会习惯再擦一次。对，我刚刚有腌肉，可是我还是会再擦一次，再把它擦更干一点。把肉的表面擦干，下锅时热度会更有效率地传导到肉上。使表面能快速的产生梅纳反应，而且也比较不容易粘锅。那有些人会说牛已经够油了，所以不需要加油。可是因为牛排啊在切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平的一块表面，所以你要去压。然后如果你压得不够好的话，你需要油这种介质来让它变得更容易酥脆。那用什么油就会有什么风味。那我不会推荐你说一定要用什么油，对。你用花生油、用菜籽油、用葵花油，或者像我一样用橄榄油，都是 OK 的，对，或者是你也可以用牛油，可是现在最好不要用奶油，奶油是等一下才需要用，因为奶油非常容易焦，所以不要一开始就用奶油，先用就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然后我们先下一点油，对，然后我可以看到油就稍微一点油，哇，好，因为这橄榄油非常容易起烟，可是我很喜欢橄榄油在牛排上面的风味啊，对，然后就把它放下去吧。因为牛排的组织在受热后会紧缩，使其变成十分不平整的表面。为了使牛排能均匀受热，下锅时要用力的按压牛排，让它能充分的接触到锅子，并将每一面都用大火煎它个1分钟。那有一种专门压的那种压重物在上面的那种也是可以啊，对，好，稍微看一下，好，这样子就可以翻面，那一样是压。现在我们只是要让它表面酥脆，所以我们先去用最大火去操作它。一开始一定要用最大火、最热的温度去操作。然后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灰质已经开始产生了，就熟的地方开始跑进去了。这边可以看到它温度是有上来的，这样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对，然后如果你不确定肉有没有够了呢，就稍微翻起来看一下，这样子偷看一下，哎，好像可以了，对不对？金黄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要处理侧面，侧面也要，尤其这个脂肪这一块脂肪的部分，侧面都要把它弄熟，一样要烤过，这样它的味道才会酥脆，然后香，会比较好吃。然后大概都是最多1分钟这样子。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出水，比方说蛋白质已经开始紧缩了，这时候来把它拿起来，放到这边来。这步骤叫 rest， 让它休息一下。
那休息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这种盘子，对，我们让它在上面休息，然后尽量让它垫高，让它底下也可以流通空气，不会让它的水泡在水里面，不然你表面那层没钠反应的物质呢，跟味道、风味呢都会不见，所以尽量把它架高。对，你任何这种蒸盘啊，什么都很简单啊，就这种蒸盘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是让运用那个牛排的余热，去让温度从表面慢慢透到里面去。那因为这块牛排从冰箱拿出来大概只有40分钟吧，对，这中间一定会有点冰啦。那我们就运用余热去焖它。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拿这个保鲜膜，不是保鲜膜，我们现在拿铝箔纸来把它盖住，对，稍微盖住一下，让它通风哦，不要整个盖住哦，要不然它水汽凝结在上面还会滴下去。第一次休息，我们等8分钟。好，8分钟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回来煎。趁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让我们这个热到不行的铸铁锅稍微降温。所以我们现在关火来让它降温一下下。因为第2次加热时，我们要用较小的火力来煎牛排，所以像铸铁锅这种蓄热能力较好的锅子，要让它稍微降温。现在已经8分钟了，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看。8分钟之后，我们确认一下，你看它的熟度，可以感觉一下它的硬度，其实还很软，而且8分钟之后其实基本上有点凉掉。我们先用锅子来把它煎到你想要的熟度。我们用中火，它里面刚刚已经有一些油了啦，其实油蛮多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放太多油。大蒜粒你可以像这样把它压碎，或是整颗的都无所谓，因为它这边主要是要提供它香气的。其实就算没有去也没关系，把它丢进去，对，把它丢进去，让它产生味道。然后这时候你想要丢其他香草也都可以。对，要丢其他香草也都可以。那我今天就简单的用大蒜就好了。其实是因为我的百里香夏天太热死掉了。那边我们稍微用锅子里面的油去让大蒜有一点味道出来。你不是很有自信的话，你就用小火一点。然后我们要丢一块奶油进去，用便宜一点的就好了。对，或者是你比较有空，你就做个澄清奶油也行。对，如果你有空的话，对，那就丢奶油。大量的奶油，然后奶油这时候会焦化，奶油很容易焦，所以你要记得你的火要控一下，对，然后就很明显就可以闻到奶油的香味啊。然后这块肉我们就可以下来，然后火把它转到适合的温度，每一面呢我们煎30秒到40秒，让它去慢慢的熟到里面去。为了让牛排加热更平均，我们可以把锅中的油泼淋到牛排上，让上下都能适当的加温。我习惯用夹子啊，因为我懒得再换来换去的。那你也可以用汤匙去弄，很多厨师是用一个汤匙一个叉子这样弄。对，那就把油泼上去，对，好，40秒换一边，看，哇，漂亮。压一下，这样油泼上去，让它去煎，用2边的温度都去弄。那当然，你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喷枪，喷枪也是一个好方法。对，因为我现在主要是让表面的温度可以尽量进到里面，然后还可以保持它酥脆的外皮。对，40秒，然后可以压压看，压看它的熟度是不是你想要的。一面40秒，我们再翻面回来，一样泼油。通常我是2个 cycle 就解决了啦。对，2个 cycle 我觉得就可以了。对。那我习惯用中指去压看，然后你再摸摸看自己的这个，轻轻的把手这样子，给我一个特写，这样大概是5分熟，中指大概5分熟，食指大概是3分熟、5分熟、7分熟、全熟。我觉得每个人手的硬度不一样，所以还是要看技巧，对，就还是要自己去多练啊。好，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了，关火，起来。我不要把它煎到我要立刻到熟度，我不要这样子。如果直接在锅中煎到想要的熟度，牛排会因为余热持续的加热而过熟，所以要提前1个熟度将牛排起锅，利用余热让牛排达到适当的熟度。
再让它休息10分钟。可以让它休息都8到10分钟啊。那如果你喜欢热一点的话，你可以休息个5分钟，然后拿回来再煎热，然后上桌这样子。个人是觉得我不喜欢吃太热的牛排。然后 rest 这件事情就是休息，让肉休息这件事呢，是可以让它的热度慢慢熟到里面去，两边的温度可以熟到里面去，让中心的热度跟外面不要差太多，不然中间会太深。然后慢慢的熟进去之后呢，也可以让它外面的肌肉可以放松。不然它肌肉就是很紧绷的状态下面，肌肉纤维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下面，它会把肉质都挤出来，所以你一切下去的时候，就会满砧板都是血水，或者满盘都是血水。一方面是不好看，一方面是浪费掉，然后它肉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好，因为这些肉质应该被你吃进去，而不是被盘子吃进去。所以我们尽量保留它的肉质，然后让它 rest， 8到10分钟。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休息了大概10分钟了吧，8分钟、10分钟。好，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打开来可以稍微确认一下肉，我觉得应该可以，这边比较硬，这边蛮软的。OK，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准备好，一把漂亮的刀子。对，大家去买刀子好不好？对，找一把漂亮的刀子，你切肉的时候就觉得很爽，就这样。好，这件事很重要。然后我们把肉放到砧板上来。那我通常会从最软的地方开始切啊，去确认它的熟度，这样子。对，那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没什么问题啊。那我们就切，然后切肉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肉的纤维是长这样子的，现在是垂直的这样下去的，对不对？垂直这样下去的纤维，所以呢你不是要这样子切它，你这样子切的话，纤维会这么长。就你牛排多厚，纤维就多长，这样很不好吃。我们要尽量让纤维缩短，所以我们刀子要斜的下去。斜下去，那还是要观察一下每个肉的纹理不一样。那像我的话就是这样子切，然后会这样子，然后我会在一个像是梯形的这样子切法，对，一刀这样子，然后一刀这样子，然后平一点这样切，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熟度，看起来都灰了，可是它这个非常软，对，这就是一个有些人喜欢粉红的，那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就真的有慢慢透进去的，然后看它肉质都还很饱满。对，我们等一下来吃吃看。对，那我个人是蛮喜欢5分熟的牛肉，这样子切，然后还是要观察一下它的纹理去切它，不要就是一种方法切到底啊。对，每一块肉长得不太一样，这样子盛起来去摆盘，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先不摆盘啦，我们直接在上面吃吧。撒一点盐，好，开吃啊！我先吃一块这边，对，沾一点盐，这样子。赞啊！赞。牛一克的话，就是有一块筋，所以吃起来很有咬劲，可是它肉是嫩的。然后加上这只牛，今天用的是13岁的老母牛，哇，风味真的超浓的。当然你可以用盘子、用刀叉好好的吃，让一些配菜什么看起来就会很 fancy。可是我觉得牛肉最好吃的方法就是直接把牛肉放到嘴巴里面，用手。直接这样子咬，因为你肉只要够好，你煎的方式没有问题，是正确方式的话呢，其实肉这样子吃是非常好吃的。这跟你的原始记忆有关啦，就是你可以直接感受到那种远古时代刻在你记忆里面那种吃肉的那种渴望。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让你尽量不会失败的煎牛排的方式。然后我今天都是用最简单的调味，然后最后用上奶油的方式去让它增加风味。我觉得这应该大家都可以学会啊，就是尽量用 rest 的方式，然后让它去慢慢熟到里面，然后之后大概每面煎40秒，大概2次或1次，看你的热度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出一块非常简单而且好吃的牛排。猪排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可是猪排的话，你就要确认它是里面都至少到68度左右，因为猪它毕竟有些寄生虫啊，对，所以要看是什么肉种。那牛肉的话，如果你想要再吃再深一点的话，可能等下第2次加热的时间就可以再少一点点。那达到你想要的熟度，不过就看肉质，对，有些肉吃全熟也很好吃，真的。那就这样，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你试了有什么问题，就在底下留言。
或是你也可以去我们的粉专或是LINE 的社群里面去跟大家请教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对，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